大家好，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讯成科技 ECK 的主站方案 ECMXF 的范例。这支影片会从一开始的主站参数设定、重站参数设定，最后呢将状态转换至 OP 的整个流程来去做介绍。状态转换至 OP 以后呢，就可以开始进行各种的操作了。那状态转换至 OP 以后的操作介绍呢，我们会在另外一支影片来做介绍。这边先介绍 SPI 的接角。SPI 呢是上位控制器与 ECMXF 之间的沟通的桥梁。好，那 SPI 总共有5条线，好，分别是 CS Chip Select、Clock、MISO、MOSI 跟 Ground GND。好，那对于 ECMXF 来说呢，它是 SPI 的 slave； 对于上位控制器来说呢，它是 SPI 的 master。也就是说，这个 clock 讯号呢是由 master 来控制的。也就是说 ，SPI 的传输频率呢是由 SPI master 来决定。那 ECMXF 呢收到 SPI 的命令以后呢，会把它转换成 ECK 的讯号，透过网路线的方式呢传到所有的 ECK 的 slave。那如果你今天使用 ECMXF 的 SK 呢，相关的 SPI 接角呢，其实可以从 P8 或 P9 以及 J33这边来找到。P8 和 P9 呢，是为了搭配某一些特定的一个 MCU， 好，例如说 Raspberry Pi， 例如说是 BigBone 来去做设计的，好，所以它有相对应的一些接角。那如果你今天不是这两种的话呢，你可以用 J33， 好，利用跳线的方式把 SPI 的这5根线接到你的 MCU 上位。好，那你这边可以特别注意到的话，你如果选用的是不同的这个上位的话呢，有时候那个接角的针脚的方向呢会是不一样的。好，这边也请大家稍微留意一下。这边我们先简单介绍范例档案的相关用途跟说明。第一个是 main.c， 好，它就是定义我们的主控的程序。好，所有的这个流程呢都会在 main.c 里面被定义。第二个是 PDO define.h。PDO define.h 呢，它定义了 R×PDO 跟 T×PDO 的资料结构。也就是说，你这个主站连接到所有重站要进行资料交换的时候呢，它资料交换的内容都会定义在这个 PDO define.h。所以 main.c 跟 PDO define.h 呢，是所有使用者会针对你们的应用来去做改写。好，第三个是 prephone.h， 这边定义是跟平台相关的功能，比方说 delay 或者是SPI 的资料交换。所以当你的主控平台不一样的时候呢，就必须针对 prephone.h 里面的 API 来去做改写。接下来是 ECMDriver.h， 它定义了我们资料交换的一个结构，还有命令的定义，好，都会放在 ECMDriver.h 里面。那 Utility.c 跟 .h 呢，是多个命令而组合成的一个小功能。好，那大家这个功能可能会不符合你实际上应用的需求，所以使用者呢在使用的时候呢，也可以针对你们实际上的应用呢来去改写 Utility.c 跟 .h。ECMUserDriver.c 跟 .h 呢是由单一的命令或极少数的命令而组合而成的一个小功能。好，那这边的话呢，你可以去参照我们的 ECMXF 的手册上面的命令说明来去做对照。好，它就基本上有1对1的一个对照的一个效果。那关于 ENCDriver.h、ENCDriver.c 呢，是关于 encoder 的输入相关的功能。那 GPIO 的功能就会写在 GPIO-Driver.c， 它也会定义在 GPIO-Driver.h 里面。这边简单介绍一下进入 OP 前的主要流程。第一步呢，先确认 ECMXF 跟 MCU 上位的 SPI 通讯是正常的，也就是从 MCU 发送一笔命令到 ECMXF，ECMXF 呢可以得到正确的回应。那这些命令通常是，比方说你可以获取 ECMXF 的版本号，好，这些比较简单跟所谓的 slave 无关的命令。第二个呢，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ECMXF 能不能正确的读取到所有的 slave。好，例如说我们可以去取得目前有连线到 ECMXF 的 slave 有几站，有几个。好，那这样就可以确认说你从 ECMXF 主站呢到重站之间的连线呢是不是正确的。第三步呢，我们就要读取或者是设定所有 slave 的 PDO 配置状态。
那这个 PDO 配置状态呢，是在我们进入 OP 以后要做周期性资料交换的时候呢，所需要交换的资料。也就是说，你对于所有的重站、个别的重站，你都可以设定不同的这个 PDO 配置。那当然，这种 PDO 配置呢，是只有 COE 装置才可以去做设定。有一些 slave 呢，它如果不是 COE 装置呢，它就不能够被设定。比如说，你就必须依照 slave 它那边规定的 PDO 的资料格式呢来进行交换。好，那这就要看你的 slave 的种类是什么。第4步呢，我们先要确定这个上位机的这个记忆体配置呢，跟所有重站的 PDO 配置是相同的。也就是当 PDO 的这个资料回来到我们的一些 XF 呢，那上位机这边的记忆体配置呢，是不是也可以一对一的去存取到相同的配置？好，那还要去确认一下记忆体的空间，然后因为我们有 FIFO 就会占到一些记忆体，那这个 FIFO 的记忆体空间呢是有限的，所以我们要确认它够不够，会不会爆掉。好，第5步呢，我们就要去设定这个402电源控制所需要的这个 Control Word 或 Status Word 的位置。因为刚刚提到这个 PDO 配置呢，是可以由使用者自己去决定去更改的。也就是说，所有的这个 Control Word 或 Status Word 的位置呢，不一定都是放在某一个特定的位置。好，你可以随意的去变动它的位置。但是呢，我们要控制这个电源呢，你就必须要通过 Control Word 跟 Status Word 来去做控制。好，所以你就必须告诉一些 XF 说，你目前的 Control Word 跟 Status Word 在哪一里？好 ，offset 是多少？好，大家这边写一个选择性，好，代表说，如果你今天不是驱动器类型的，好，那当然就不用设定，好，因为像一些 I/O 它就可能没有 Control， 也没有 Status Word， 好，或者是说呢，你在未来在进入 OP 以后呢，你想要自己手动的方法去对 Control Word 下命令，好，那你就不需要去做这个设定，好，那这边是指说，当你希望一些 XF 这颗 chip 这个晶片来帮你去做402的电源控制的时候呢，你才必须要做设定，告诉他你目前设定的 Control Word 跟 Status Word 的 offset 是多少。好，第6步呢跟第7步我们就可以开始尝试的去切换不同的状态。第6步先切到 Safe OP， 当你切到 Safe OP 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开始进行 T-PDO 的周期性传输。那这时候呢也会同步的调整 DC 的时钟。好，当然你如果有开 DC 的话呢，就会在这个阶段开始做同步。好，如果呢你没有开 DC 时钟的话呢，那这个阶段呢，这个 DC 就被忽略掉，这步就会直接 skip 掉。好，如果这边 DC 稳定以后呢，就可以切到第7步，好，就是切到 OP 状态了。那切到 OP 状态以后，就开始进行 R-PDO 跟 T-PDO 的周期性资料交换，也就是所有的应用呢都可以在 OP 状态的时候开始去做使用。好，那我们这个影片呢就会先介绍到第7步。好，第7步以后进入 OP 状态以后的操作模式呢，我们就会在另外一支影片来做介绍。接下来呢，我们会针对 main.c 里面流程呢来一跟各位介绍。第一个流程呢，当然就是我们要去初始化我们的声位控制器。那这个初始化声位控制器呢，可能包含 MCU 本身自己的 SPI 的一些参数的设定、GPIO 的设定、Timer 的设定、UART 的设定等等。好，那这边会跟我们的 Prephone.c 里面的 User System Init 有相关。好，那大家就可以看一下这个 Prephone.c 里面的 User Init 里面的这些设定呢，是不是跟你的这个上位控制器是相符的？好，那 System Init 可能就是做一些初始化的动作 ，Close 做结束。User SPI Data Exchange 呢是针对 SPI 去做资料交换的部分。好，还有一个 User Delay。好，那这边的单位呢是 Microsecond。接下来流程呢是我们要针对一线 XF 的初始参数去做设定。那这个初始参数其实就只有2个，一个是 SPI Data Size， 一个是 CRC Type。对于 MCU 来讲呢，你一开始可能不知道一线 XF 的它的 SPI Data Size 是多少，也不知道原本的 CRC Type 是什么。好，虽然它都有预设值，可是你这一次 MCU 执行的时候呢，不一定是它的预设值，可能曾经被改过。好，所以我们在范例里面呢，还是都是先假设这个 MCU 不晓得 SPI Data Size 是多少，也不知道 CRC Type 是什么情况下来去做。好，那怎样去得到原本的这个 SPI Data Size 呢？好，我们是透过一次传一个 byte 的方式，去找到这个回应的头码跟尾码，
有了回应的头码跟尾码的位置呢，我们夹出来的呢就是 SPI 的 data size。那也可以透过 SPI 的头码里面的资讯呢，我们会知道原本的 CRC type 是什么。所以知道了原本的 SPI data size 跟原本的 CRC type 呢，我们就可以来去设定一个新的一个命令。好，这些命令包含可以去设定新的 SPI data size， 也可以去设定新的 CRC type， 那也可以去取回我们一些 XF 上面的版本号。好，那这些呢都是可以透过下面一线 user driver 点 C 里面的说一些不同的 API 去完成。好，比方说你在 main 点 C 里面呢看到的是一些 init library， 好，带了两个参数，就是我们 SPI data size 跟CRC 的 type， 就是你希望设定的 CRC type。好，那你就可以看到这个一线 user driver 点 C 里面呢，就会去呼叫了一个叫 set SPI data size。那在设定 SPI data size 之前呢，我们可能就先要计算原本的 SPI data size 是什么。好，那就可以透过这个一线 SPI package 的 size calculator 来去做计算。好，那计算完后呢，我们当然就可以去 set SPI data size。那设定完成以后呢，我们就把它取回来看看是不是已经设定完成了。好，那我们可以设定我们希望的 CRC 的 type 是什么，好，去取得版本号。好，最后呢，我们要等待这个 async command 就是非即时命令结束。那通常呢，如果你是初始上电的话，这个应该不会有非即时命令啊，所以 2.6 这个等待非即时命令结束应该很快就会 pass 了。可是有一种情况是说，你今天一线 XF 是没有被断电的，是 MCU 是重新再执行的，可能前一次呢没有正常的结束，所以呢前一次有遗留了一个非即时命令，可能还没有得到回应，好，所以我们这边 2.6 就会稍微再多等一些时间，等到这个线 command 结束以后呢，才会继续往下。那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些命令码，其实就是我们这个 API 所呼叫的命令码。好，那这个命令码呢，你可以在我们的一些 XF 的手册上面去查到相关的定义以及它所要带的参数是什么。好，那在范例里面已经帮你写好了。好，那这边就可以写在这边给各位参考。比方说 set SPI data size， 它命令码就是23。好 ，get SPI data size 密码是20。set CRC type 密码是25。get framework version 呢，它密码是56。好，那等待这个 async command 结束呢，它其实我们是透过 information update， 好，密码是0。好，一起来去看一下这个 header 里面的这个async command busy 这个 flag 呢有没有被变成档，好，变成结束，好，就用回去等待。好，那这个部分呢跟 CF 都没有关系，都是单纯只是去设定一些 XF 上面的初始参数而已。接着呢，我们就可以透过 ECN-EK 的 init 这个指令来去初始化我们的 EtherCAT 的 master。这边带了两个参数，第一个是 DC 的 active call， 第二个是 cycle time。好，那它的命令码其实就是01啦，好，01。好，那我们来解释一下这两个参数。好，第一个参数是 DC active call， 其实我们就是分散时钟的启动码。好，那也就是说，你这个 slave 要不要启动所谓的 DC 时钟？那 slave 有没有 DC 时钟，其实是要看 slave 的设计，有些有，有些可能没有。好，那通常来讲呢，给它0，好，就是 free run 模式，也就是不启动这个分散时钟码。好，如果给它是300的话呢，通常是启动一个 DC active。好，那第二个参数呢是 cycle time。好，那单位是 nanosecond。好，所以1后面有6个0，代表是1个 millisecond 的意思。好，那我们再来详细解释一下这个 DC active call。你如果是从 ESI 档案里面找到的话，你就可以看到这个 slave 所支援的 DC mode 是什么。好，比方说它支援一个叫 DC sync 0，好，那它的启动码就是16进位的0300。好，如果它是 free run 模式呢，它的那个 DC active mode 呢就是16进位的4个0，好，也就是10进位的0啊。好，那左边呢这边是 back of 它的定义，它会是对每个 bit 有不同的定义。好，那这边就是大概稍微知道一下。好，你可以看到基本上 command 0就是不启动 DC， 不启动 sync DC 这个事情。好，300的话代表是启动一个 sync 0，好，700的话代表是启动 sync 0跟 sync 1。好，大部分的 slave 呢都会支援0或300，好，那少部分呢可能会支援到700。好，那有一些 slave 可能只支援到0，好，这些都是要看 slave 它的设计。好，那就是去看一下，是不是所有 slave 都有支援这个模式？
如果都有支援这个模式的话呢，这边 DCA Active Code 呢就给它你所选择的这种模式就行了。在 init 之后呢，我们就可以透过 ECM Slave Information Get 这个指令呢来获取 Slave 上面的资讯。那这个资讯呢是透过命令码15来去取得的。好，那相关的参数包含你必须要给它说是哪一个 slave， 这 slave 从0开始，按照顺序编码。好，所以第一站就是 slave 0。好 ，info 是代表说你想要取得的资讯是哪一个资讯。好，下面有列出我们可以取得的一些资讯的代码。好，那后面呢你就给它一个指标，指向一个存放获取资料的位置。OK， 好，那我们可以取得的重站资讯代码包含前面，比方说厂商的资讯码，厂商产品的号码、版本号码、产品的名称、配置的位置跟位置的别名。好，这个位置别名呢，也就是说有一些 slave 在上面可能会有一些旋钮，可以去设置它的别名。好，那就是也就是说我们常说的旋钮的 ID， 然后我们就会知道说旋钮 ID 是多少。好，那就会是透过这个位置别名来取得。那状态呢，是指它现在 slave 时候出的状态，可能是 init 状态、pre-op 状态、safe op 状态，或者是有所谓的 op 状态，以及它这个状态有没有存在一些错误。好，那还有 AL 状态 ，AL 状态当你做状态切换的时候，或当有一些错误的时候呢，它会显示出这个目前 AL 状态是什么。好，所以我们有时候也可以透过 AL 状态来去判读 slave 目前错误的情况。那8和9呢，分别就是 R×PDO size 跟 T×PDO size， 好，也都可以去读得到。接着呢，我们可以透过 EK 的 state get 来取得 slave 的状态。那我们取得 slave 状态以后呢，我们就知道说它接下来可以往哪个状态去走。好，所以我们首先要知道 slave 状态在哪里。好，那这边这个 EK 的 state get 有2个参数。第一个参数是 slave 你要取的是哪一个 slave 状态。好，这个 slave 的编号从0开始。好，如果你今天是16进位的 FF， 代表是所有的 slave。好，那后面呢，你就给它一个指标，指向你一个变数空间。好，这个空间会用来存放取回来的状态值。好，取回来的状态值呢，如果是 bit 0到 bit 3，分别代表不同的状态。bit 4呢，代表它是 error state， 好，是有错误的。好，如果你发现 bit 4这边等于1的时候呢，那我们用 state 的时候呢，我们 bit 4也可以为1。好，那代表我们就会去清除这个状态。好，那这个命令呢是由命令码13来去完成的。接着呢，我们可以使用 EK slave count get 来取得目前连线到主站晶片的 slave 数量，这是透过命令码16来完成的。好，这时候你就可以去比对一下目前连线到的 slave 数量与实际上接线的 slave 数量是不是相同。好，如果不同的话呢，你就要注意一下我们的网络上的接线是不是都正确。好，那有没有可能它不是以色列的装置？好，那也请注意一下，所有的网路孔的灯都亮起来以后，才开始进行前面的 EK 的init的程序。否则呢，如果当网路孔灯还没有亮的时候呢，你就开始做 EK 的init，那这个时候呢，可能我们主站再去扫描所有的重站的时候呢，可能就没有扫描到这个重站，而造成实际得到的这个 slave 的数值呢，跟连线的数量是不一样的。好，如果有 slave 呢不是在 pre-op 状态的话呢，我们可以透过 state check 来使得所有的 slave 都达到 pre-op 状态。state check 呢其实是由2个小命令所组成的，一个是 state set， 一个是 state get， 也就是说设定我们想要 slave 到达的状态，以及去取得 slave 目前的状态，看看它是不是已经到达我们所设定希望到达的状态。state check 呢这边有3个参数。好，第一个参数是 slave。一样是编号从0开始，16进位的 FF 代表所有的 slave。好，第二个状态是我预期的状态，好，也就是说我希望它到达的状态是什么。好，第3个参数是 timeout 时间，好，那这个时间单位是 millisecond。好，预期的状态跟我们得到的状态是一样的。好 ，bit 0到3代表是init 状态 pre-op、safe op 或 op。好 ，bit 4呢是代表我要清除这个错误状态。好，那取回来状态呢，就跟之前讲的一样。好 ，bit 0到3，好，分别代表一种状态。4就是我代表有一站是处于 error state。好，那它们的命令码分别就是12跟13，然后12跟13。在所有 slave 都进入 pre-op 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开始针对各个 slave 做一些设定。
那首先要设定的就是每一个 slave 在进入 OP 状态的时候的周期性交换资料。那有些 slave 可以让你去设定这个进入 OP 之后的周期性交换资料，有些则不行，就是要看你的 slave 是什么样的状态。好，那你可以透过 config driver， 好，一般来讲都是驱动器马达的这种 slave 呢才需要做设定。好，所以我们叫做 config driver， 好，来去设定我们要进入 OP 要交换的是什么样的资料。好，那这边有很多参数，我们稍微解释一下。list 呢，代表说你要不要先列印一开始的 PDO 资讯，0代表不列印，1代表要列印。好，那再来的 slave B 代表 begin， 好，就从哪一个 slave 编号开始。好，1代表 end， 到哪个 slave 编号。好，那你是只要去指定它的1412、1413就好了呢？如果是的话呢，就这边 just assign 给1。好，如果不是，除了指定1412、1413以外呢，你还要再去设定它的 PDO content 的话，就这边就可以0。好，那这边就是设定你 PDO 的 count 的数量。好，那再来的话就是你 R_PDO 的 map index 是什么 ，T_PDO 的 index 是什么？好，那分别有1600跟1800。好，或者是什么1601、160和1603，就看你要设定在哪一个R_PDO 的 mapping index。好，那设定模式是说，当我今天设定模式是8，也就是 CSP 模式的时候，跟设定模式如果是9 CSP 模式，它要传的资料会不一样。好，所以这边有多一个设定模式的参考。好，那大家都可以到 utility.c 里面找到这个 API， 然后看一下它里面怎么写的。好，那整个设定完以后呢，成功是1，返回成功是-1，或者表可能有一些错误。config driver 这个 API 呢，是协助建立 PDO 的内容。那建立完 PDO 的内容以后呢，它会透过一个 EK 的 SDO set PDO config 这个 API， 然后来去透过 SDO 的方式去设定 slave 的1412、1413的相关 object。那设定 slave 里面的1412、1413相关 object， 等于是说我们就去改写 PDO 的一个资料的 mapping。好，如果一开始预先定义的这个资料结构呢不够放，那你可以自己改写你所需要的这个资料结构。好，那下面呢，我们就把这个 EK 的 SDO set PDO config 的 API， 它是从 user driver.c 里面拿出来的，它里面就可以看到它是透过 EK 的 SDO write， 好，来去写1412、1413，好，那去把相关的资料把它写进来。好，那我们也可以知道说，透过这个 SDO write， 它密码是10。好，那你如果 SDO read 的话呢，是密码10，因为你要先有个读的要求，再去把资料读回来，就是密码11。好，这2个指令来去组合而成的。更细节的来说呢，我们透过 SDO 来设定 slave 与 OP 状态时与主站交换的资料呢，其实是透过 slave 上面的1412跟1413这2个 object， 好，去指定我们的 R_PDO 的 content 的 mapping 是多少。那 R_PDO 通常来讲呢，是位于1600到1603，T_PDO 是位于1800到1803。当然，每个 slave 可能会有不一样的一个 R_PDO 跟 T_PDO 范围。好，那这边 EC13呢，去设定的呢，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 T_PDO。好，那下边类似1、2、3一直到 N 呢，它就是设定我们有几个那个 T_PDO 的 content 的内容，好，可能是1800、1801。好，EC13的0呢，是它表它有几个，好，数量有几个。好，那 EA00 里面又会放到一个所谓的 PDO1。好，那 PDO1 呢，可能又会对应到，比方说EA00的1，比方说是60多少，比方说6040的这个 PDO。好，那第2个 index 呢，可能是什么607A， 好，一直下去。好 OK， 好。那这个就是它的一个整个结构，好，那不管是 R_PDO 跟 T_PDO 都是同样的结构。那当你设定完所有的这个 PDO mapping 以后呢，请记得一定要用 EK reconfig 好来去重新整理一次，或者呢，你可以使用 EK 的 config map 好，这2个指令的其中一个来套用新的设定。好，接下来呢，我们介绍说，如果你今天想要 SDO 的方式自己去设定你的所谓的 PDO mapping object 的话呢，你可以通过以下的步骤。好，那第一步呢，就是我们去 write EC120，好 ，size 是1，这 value 等于0，好，也就是说，我们先把这个 count 设为0，好，那设为0以后呢，我们才可以去
跟EC2的内容。好，那 read 就是确认而已，然后我们就是一个 write 一个 read 去确认。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EC12subnet 等于1 size 等于2啊，去确认它的预设值。好，一开始可能是1600来1601这些的。好，那你把这个预设值如果不是你想要的，你就把它 write 写入你想要的值。好，比方说1601。好，那写完以后，最后再读回来，看是不是正确，设定正确。接着呢，EC12的subnet 等于0 size 1的地方，把它设定为1，好，代表我的 PDO mapping object 的数量有一个。好，一个就是我只有一个1601的这一个而已。好，那把读回来确认为1。好，做完这些步骤呢，我们其实就是把这个EC12的 PDO mapping object 呢设定为一个，而且是1601。同样的，如果要更进一步改变 PDO mapping object 内容的 mapping entry 呢，我们可以用下面的这个 SDO 的步骤。好，假设呢，我们1601呢有2个 mapping， 分别是6040 subnet 0，然后 size 是2，那以及607A subnet 是0 ，size 是4。好，那我们就用下面的步骤。第一步呢，一样，我们把1601的0，就是它的count 数量设定为0。好，再来呢，我们就把这个1601的 subnet 等于1的地方呢，size 是4。那值呢，我们就写入16进位的60400010。好，6040呢是我们要 mapping 的这个 entry 的 object 的 index 6040，后面的00代表它的 subnet是00。好，再来最后的10呢，好，代表它的这个大小 size。好，这边是16进位，10代表是16个 bit。好，这边单位是 bit， 请注意。好，继续呢，我们就继续再写1601的 subnet 是2 ，size 一样是4，写成607A， 好0020，好，一样代表是 index 是607A， subnet 是00，好，那 blength 呢是20，好，也就是32个 bit。最后呢，我们再把1601 subnet 0的地方呢写回2，就是它的数量，因为我们总共有6040跟607总共有2个，好，所以这边写2。好，一样写入以后，我们都可以读回来看看是不是写入的正确。好，那这边也要提醒各位的是 ，PDO mapping object 的内容是否可以更改呢？要视不同的 CF 而定。有些 CF 可以更改，有些 CF 不可以更改。大部分的时候呢，驱动器类型的 CF 都可以更改。好，但是也是有一些驱动器类型的 CF 是不可以更改的。好，那有一些像 IO 类型的 DIO、AIO， 好，这种呢，大部分都是不能够更改的。好，所以请先参考 CF 内容手册的说明或 ESI 的内容。好，那我们也前面有提到说，如果你不是 COE 的装置，好，那你就不能够使用 SDO 配置，也就是说就是不能够更改，好，就不需要进行现在讲的这个 configure driver 的步骤。好，那你就直接依据从站的配置来进行后面的资料交换就可以了。好，接着呢，我们可以透过 set t_FIFO count 或者 set r_FIFO count 命令码52或54来设定我们晶片内的这个 t_PDO 的 FIFO 跟 r_PDO FIFO count。那 t_PDO 呢是由 CF 的状态传到主站的，好，那 r_PDO 呢是主站的命令，好，传到总站的。好，那我们在晶片上面都会有这个 FIFO， 好，那我们这边可以去设定 FIFO 的笔数。好，那这个笔数呢预设是64。好，如果你希望它改变它的数量呢，就可以透过这2个命令码来去改变 FIFO 的数量。接着可以透过 ECM check memory space 这个 API 来去检查一下之前所有的设置呢的这个空间大小是不是足够。那这个 check memory space 的这个 API 呢是写在 utility.c 里面。好，那带了一个参数叫做 PDO count once， 也就是说你每一次传输由上位传到这个 ECM XF 的这个资料呢，包含了几个 PDO 的一个数量。好，那通常是1啦，好，一次就传1笔命令而已。好，那但是也是可以一次传2笔命令或者3笔命令。那这个 check 呢，总共有 check 3种。好，第一个呢，我们先 check 这个 r_PDO 的 size 乘上每一次你传送的这个命令数呢，跟是不是小于这个 SPI data size。好 ，SPI data size 是在前面有设置过了。好，那我们这个 r_PDO size 是我们前面有设定这个 r_PDO 的 mapping 数量。好，那乘起来一定要小于这个 SPI data size。好，
那第二个检查呢，就是检查 TXPDO 了。好，一样 TXPDO size 乘上 PDO count 10要小于这个 SPI data size。那第三个检查呢是看一下这个 FIFO total size 呢，应该要小于这个最大的这个 memory size， 也就是16进位的4000个 byte。16进位的4000 byte。那这个 FIFO total size 呢，就是 RxPDO size 乘上 RxFIFO count， 加上 TXPDO size 乘上 TXPDO count。好，那这边呢，你都可以透过一些命令码去取得它所有的这些资讯。好，比方说 RxPDO的 size 跟 TXPDO size 是透过命令码19，可以去取得。那命令码20呢，可以取得这个 SPI data size 的大小。好，那 FIFO count 呢，可以透过命令码55跟53，取得 RxPDO的 FIFO count 跟 TXPDO 的 FIFO count。好，那在我们的这个 SPI data size 里面呢，如果你没有设置的话，在 XF 呢，它的 default 就是默认是112个 byte， 在 XFU 呢，它默认是992个 byte。好，这边要注意一下。好，那这个 TXPDO 的 FIFO count 呢，就是我们前一个步骤所设定的这个 TXPDO FIFO count。好，那预设呢都是64笔。好，那你如果发现它64笔，你再加上你的这个 RxPDO size 如果比较大的话呢，就很容易超过我们最大的这个 memory size 了。好，这时候呢就可以通过前面设置 RxPDO count、TXPDO count 来去调整它的数量。前面设定完 FIFO count 以后呢，也确认了空间大小是足够了。那我们这边就可以开始去初始化 FIFO， 就是隐匿的 FIFO。执行完隐匿的 FIFO 以后呢，它这个 FIFO 空间就正式被建立起来了。好，那你如果想要清除 FIFO 里面的资讯呢，可以用 Clear FIFO。好，那要跟主站讲说，它可以开始从 FIFO 里面拿资料往 Slave 送的话呢，就是 Enable FIFO。好 ，Clear FIFO 呢这边带了一个参数，就是可以去指出你是要 Clear 哪一个 FIFO， 是 TXFIFO 还是 RxFIFO， 还是两个都要一起清除。好 ，Enable FIFO 里面也带一个参数，是 Enable 还是 Disable。好 ，OK， 那它命令码分别是51、58跟66，就是 Enable FIFO 是66。好 ，FIFO 的问题解决了以后呢，我们就要去确认一下 PDO 的大小是不是设置正确了。好，我们这边有一个 FIFO RxPDO size gate， 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RxPDO size 呢，在整个 Ethernet 的网络当中，它的大小是多少？好，那这边呢要去跟你的 PDO define 点 H 里面所设定的 RxPDO 的资料结构的大小来去做比较。好，如果是一样的话呢，代表说设置都是正确的。好，那 TXFIFO 的 PDO size 也是一样，好，就是 TXPDO size gate 的这个数值呢，要跟你 PDO define 点 H 里面 TXPDO 的资料结构是要一样的。好，那这个用的是密码19。好，那另外呢，你还可以去设置一个 working counter 的一个阀值，就是当 working counter 超过这个阀值以后呢，我就停止我的周期性资料传输。好，一开始呢，它的预设值是255，也就是无限大。好，那你可以去设定一个假设你需要设定的话，可以去设定一个1到254的一个值。好，所以当 working counter 计数超过你设定这个值以后呢，它就会暂停 OP 的资料传输。那什么时候 working counter 会这个计数会错误呢？好，那就是当我们有 slave 某一些 slave 没有正确的读或正确的写的时候，就会出现这个 working counter error 的问题。好，它就开始计数。好，这种问题特别容易发生在你突然有一个 slave 不见了，电源被关的或者是网络线被拔掉了。好，这时候 working counter 的 error 就会往上加。好，那你可以设定一个最大值。好，当你超过这个最大值的时候，你就暂停你的 OP 传输。好，那这命令码是用132，好132。接下来的流程呢是要去设置这个 operation mode， 也就是 object 6060的这个位置。那并不是所有的 slave 呢都需要去设定这个东西。好，有一些 slave 呢会把这个6060放在 PDO 里面。好，那如果放在 PDO 里面的话，这边就不需要去设定。好，那这边是会去透过 SDO 去写入这个6060的这个 object。那像一些 I/O 啊，或者是这种其他的这种 sensor 装置的 slave 呢，它就不需要去设定。
好，那这种6060呢，通常大概是只有是驱动器马达402的这种装置会需要去做设定。好，那边 utility 里面提供一个 API 叫 set driver command mode operation mode。好，那它给了一些参数，比方说你从哪一个 step 开始去做设定，设定到哪个 step 结束。好，那你设定的模式是哪一个？好，那你一个 step 有几轴？好，因为如果一个 step 有4轴，那就表示说你可能会有4个这个 option mode 可以去设定。好，那 option mode 呢，其实大概这边列出来是给各位做参考。好，那有些 step 呢，可能只有其中某一个、2个、3个、4种那个 option mode， 好，不会有全部的 option mode， 所以这边也是需要去看你的 step 的说明，看 object 6.60的这个说明为主。好 ，OK， 那比方说我们常用的 CSP 模式就是设为8，好，位置模式，速度模式 CSV 速度模式设为9，好，那有些可能会用 Profile Position Mode， 好，设为1，好 ，Profile Velocity Mode 设为3，好，回后模式 Homing Mode 设为6，好，那这个呢，它有支援哪几种模式呢？也是请各位要参考你们的 CF 的说明手册。有一些驱动器马达的 CF 呢，我们可以通过 Control Wall 跟 Status Wall 来去控制402的电源，好，也就是 Server On 或 Server Off。好，那你如果希望透过 IC 这个一线 XF 来帮你控制它的电源的话呢，那首先呢，你就必须要跟一线 XF 说你这个 CF 的 Control Wall 跟 Status Wall 的 Offset 在哪里。好，那所以呢，就可以利用这个Driver 402 SM 好Advanced 的 Config 这个 API 来去设定Control Wall 跟 Status Wall 的 Offset。好，那这个 API 呢总共有4个参数。好，第一个参数呢就是马达的号数，第一轴的编号是0。好，它第二个参数是叫 Slave 的 Index， 也就是从站的站号。好，也一样，第一站是0。好，因为你一个从站有的时候可以控制很多个马达，所以从站站号跟马达号数，我们把它分开来。好，如果你今天是一个从站只控制1颗马达，那么从站号数跟马达号数就会是相同的。好，那接着呢，你就是给它 Control Wall 的 Offset 跟 Status Wall 的 Offset。好，我们就会利用这个 Minima 26的方式来去设定。好，我们这边举个例子，如果你一个 Slave 呢可以控制2个马达。好，那总共有2个 slave， 所以我们这边总共控制了4颗马达。好，那我们既然控制4颗马达，我们就要针对每一颗马达的那个 control wall 跟 status wall 的 offset 去做设定。好 ，slave 的 RxPDO 呢，分别是6040、607A、6840、687A。好，那我们会知道说，它有6040跟6840，这个是2轴马达的 control wall。好 ，TxPDO 分别是6041、6064、6841、6864。那么 Status Wall 呢，这2轴呢就分别会是6041跟6841。好，所以第一个 Slave 的第一颗马达是通过6040跟6041来去控制的。那它们的 Offset 呢就会都是0，因为它是排在第一个。那第一个 Slave 的第2颗马达呢？是透过6840，好，6840，所以它的 offset 是这颗马达的第6个 byte。好，那它的 status wall 呢是透过6841，好，也是这个 slave 的第6个 byte，所以这边 control wall offset 等于6，status offset 也等于6。好，第2个 slave 的第一颗马达呢，那我们这个马达编号就会到了2了，好 ，slave index 是1。那 Control Wall 跟 Status Wall 的 Offset 都是0。第2个 Slave 的第2颗马达，好，那马达编号就会到3，Slave Index 会等于1。好 ，Control Wall 的 Offset 等于6，Status 的 Offset 等于6。好，那整个4颗马达的设定呢，就是如我们画面上看到的这样子的参数来去做设定。设定完 Control Wall 跟 Status Wall 的 Offset 以后呢，我们就可以透过这个 Driver 402 SM Status Set 这个 API 来去设定我们想要到的一个电源状态。OK， 那 Status Set 这个呢有带2个参数，一个是
table index 就是我们的马达编号，好，以及你预想要到的状态啊。状态的话，我们密码把它写在这边。好，那其实 Slave 可以有很多种状态，比方说是 switch on disable 的这种状态 ，ready to switch on，switch on， 或者是 operation enable。那通常呢，我们会说 server on 是在 operation enable 的，好，这个状态。好，那 server off 呢，看你可以到 ready to switch on 或者 switch on disable， 好，这些都是 server off 的状态。好，那我们就分别透过密码27跟28来去设定跟取得目前的状态的样子。好，那当然除了这个透过 SM set 以外呢，你也可以透过所谓的 Control Word 跟 Set Word 来去自己手动的切到你要的状态，它就根据这个状态机好的切换来去自行去切换。当都设定完成以后呢，我们就可以把状态从 Pre-OP 状态呢切到 Safe OP 状态。好，用的也是 Status Check， 这跟我们之前从 Init 状态切到 Pre-OP 状态的时候用的 API 是一模一样的。好，那这边的话，你就可以去透过 Status Check 来去切到 Safe OP。那开始进到 Safe OP 以后呢，就会开始进行所谓的周期性的资料交换了。好，所以当你如果有比方说 DC 时间设定错误，那个 Cycle Time 设定错误，RSAPDO 设定错误 ，TSAPDO 设定错误的时候呢，你就没有办法切到 Safe OP。好，所以要怎么会知道你为什么没有办法切到 Safe OP？ 好，那你可以透过 Safe Information Gate， 这是我们之前也有介绍过了。好，或者取得一个所谓的 AL 状态。好 ，AL 状态我把它列在右边。好，你如果说没有办法切到 Safe OP 的话，可能有一些常见的 AL 状态的代码，好，可以让你知道说为什么没有办法切到 Safe OP。进入 Safe OP 以后呢，就开始进行周期性的资料交换了。好，那周期性的资料交换的初始刚开始的时候呢，这个 DC 可能是不太稳定的，所以当我们要切到下一步 OP 的时候，我们希望 DC 稳定以后再开始切到下一步 OP。好，所以我们这边就唯一一个 API 就是 check DC stable， 好，就是看一下 DC 是否稳定。那 check DC stable 呢，其实就是用 information update 好来去看我们这个 handle 值里面有一个 bit。好，是代表 DC 周期时间稳定旗帜。当这个旗帜是1的时候，代表 DC 已经稳定的，好就会 pass。好，那有一些 Slave 呢，也许 DC 不是那么稳定，例如说你是用的是 Free Run 模式，好 DC 不稳定，那也不影响它的操作。好，那就觉得说这个等待时间过久呢，那也许可以直接跳过这个步骤，直接切到 OP， 然后看它能不能进到 OP。如果可以，操作上也没有什么问题，那就可以继续做操作了。好，接下来呢，你就可以透过 Status Check 再把状态切到 OP 了。好，那如果切不过去 OP 呢，也就是说你还是停留在 Safe OP 的话呢，你一样可以透过 Slave 的 Information Gate 来取得 Slave 上面的 AL Status Code 来确认一下为什么 Slave 没有办法切到 OP。那通常 Safe OP 到 OP 这个阶段呢，是有可能出错的话，就是跟 DC 有关。好，那可能是你的 DC 时间设错了。或 Cycle Time 不支援，好等等的因素，好，我们可以透过 Save 上面的 AL Status Code 来确认是不是有什么样的问题。好，如果你顺利切到 OP， 那代表说之前的设定都没有问题了。好，那这时候主站跟从站已经开始周期性的资料交换了。好，那接下来呢就是开始进行操作了。好，那我们这个影片呢就先跟各位简单的介绍如何从一开始的 Init 一直到把 Slave 的状态机切到 OP 状态。好，那下一次影片呢，我们可能会跟各位介绍进入 OP 以后呢，我们可以做什么样的操作，根据什么样的不同的操作模式来去做不同的应用的操作。